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来自安踏的速决七，全掌 A-Shock Pro， 单支42碼的重量在320克左右。除了重量确實比較輕質之外其他沒有什麼特別亮眼的地方。不管是外觀還是配置，都是非常典型的踏子家中端籃球鞋的樣子。那廢話不多說，如果你想了解這一雙速决七代的實戰表現，那就跟着當子的節奏，一起来深度了解一下這一双速决七的實戰體驗以及適配人群。外底是这一双鞋身上最让我眼前一亮的一个部分，指滑效果非常出色。它的外底对于各个方向都有针对性的纹路进行应对，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，脚底下都不会出现打滑或者是抓不住地的情况。而且它的外底橡胶对于灰尘的敏感度也并不是特别高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，它的指滑效果也不会有特別明顯的下降，只需要難得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腳底下就能擁有非常出色的抓地力。而在有着出色抓地表現的同時，它的耐磨也非常棒。雖然在外底上並沒有水泥克星或者是水泥克星 Pro 的標識，但是這次速決七身上所使用的外底橡膠卻異常的耐磨，甚至會比他們自家的水泥克星或者是水泥克星 Pro 都要更加出色。外底的紋路又粗又深，並且在硬度計的測試下，讀數能夠達到80以上。這樣的硬度表現，即使你要穿它去打一些比較粗糙的水泥地，也完全沒有任何問題。外底的表現真的非常出色，不管是抓地還是耐磨都非常拔群，非常棒。中底這一塊碳纖維紋路的異形尼龍板就是抗扭的最好保證。速決七的中底剛性非常出色，不管做什麼動作，腳底下的球鞋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姿態，不會出現誇張的形變，並且這一塊抗扭片的覆蓋位置只在球鞋的中段，前掌沒有任何硬質板材覆蓋，而且它還在前掌外側做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彎折點引導，前掌彎折非常輕鬆，並且自然彎折點的位置也十分合理，不管是正常跑動、變向，還是做一些交叉步動作，彎折都非常輕鬆，非常順暢，不會有任何阻滯。中底所給到我們的鞋腳一體性非常棒，對於多腳步的外線球員來說非常友好。穩定性沒什麼問題，較低的中底重心加上它幾乎全包圍的中底緩震材料，雖然它的外底不算特別寬，而且用的還是這種大面積的弧形外底，但是它在前掌外側用了一個相對比較垂直的角度，很好的保證了它的穩定性表現，穿在腳上非常安心，在做動作的時候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後顧之憂。而它偏窄的後跟以及大面積的弧形外底又保證了球鞋的靈活性，再加上外側這兩塊硬質 TPU 以及外底橡膠的大面積上扳，防側扳也非常給力，靈活與防側扳兼具，而且這兩方面的表現又非常的均衡，在靈活的同時又不是防側扳，表現非常棒。OK， 基礎性能差不多就是這樣，不管是哪個方面，它的表現都非常出色，性能下限還是比較高的，想要穿它去打球，打一些有強度的球局都沒有問題。那至於它是不是好穿，以及它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，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它的風格化處理做得怎麼樣。在腳型適配方面，這一次的速決七用的是一個正常寬度的鞋楦，只要不是大寬腳，基本上都可以適配。不過高腳背的兄弟們得稍微注意一下，它鞋舌最前端這裡的鞋面壓的會比較低。如果你的腳背比較高，我建議就盡量不要選了，不然肯定會壓腳背。即使是正常腳型，在初上腳的時候也會有一點點勒腳的感覺，不過稍微磨合一下就能有明顯好轉，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。而在磨合完成之後，它的包裹舒適度就完全沒有問題了，什麼鞋帶勒腳或者是彎折點卡腳之類的問題，在這一雙鞋身上都不會出現，而且整體的包裹鎖定也非常出色。在變向時，雙腳在鞋內不會出現位移，在急停時也完全不會有頂腳趾的情況出現。不過因為它在後跟處的內層材料略微會有一點點的偏滑，所以在後跟處的鎖定會稍微差點意思。雖然不會掉跟，但是在防守受到對抗時，腳後跟還是會在鞋內出現比較明顯的位移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我們在防守時腳底下的響應速度。如果想要避免這個情況的話，那盡量打腳之後再穿。當然它的鞋面強度完全沒有任何問題，高密度的腳棕鞋面雖然看着質感比較普通，但是實際的使用效果非常棒。鞋面的延展性比較低，加上球鞋側面大面積的外底橡膠上扳，不管做什麼動作，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，非常棒。
中底依舊用的是安踏现在在中端篮球鞋身上廣泛使用的 A-Shock Pro。說實話，在之前幾款搭載相同中底科技的籃球鞋身上，我個人的體驗都不是特別好，因為這個緩震科技啊，實在是有點太軟了。雖然瞬息3確實是一雙非常出色的籃球鞋，但是對於大體重的外線球員來說，真的存在着比較明顯的傷病風險，因為它彈性過大的後跟啊，我不止一次在大力制動的時候，因為後跟的多餘彈跳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傷病。雖然都不算特別嚴重啊，但是我現在已經不太敢再穿瞬息3去打一些高強度的球局了。而這一次的速决7，它在後跟處将中底的 A-Shock Pro 進行了全放空的處理，沒有進行任何的加固，這就很好的減少了因為加固而帶來的多餘彈跳，它的彈性會明顯比瞬息3要弱不少。在後跟觸地時，雖然沒有了瞬息3身上那種能夠讓人感到驚豔的彈性，但是會更加的穩定，更加的扎實，而且完全不會泄力，也不會過軟。而除了後跟之外的其他區域，它的中底緩震材料基本上都進行了包圍加固，在保證了它有着出色腳感的同時，還讓它盡可能的擁有了更加出色的反應性表現。在发力蹬地的时候，脚底下的感覺非常直接，完全不會有任何泄力的感覺。與此同時，它的緩震極限也並不低。我190斤的體重，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，震腳的感覺也並不明顯，而且中底過渡也特別絲滑。不管是在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的時候，它的中底力傳導都特別順暢，不會有任何的斷層感。加上它合適的外底上翹幅度，跑動感受也特別出眾。整一個中底的表現啊，雖然沒有特別亮眼的地方，但是每一個方面的表現都恰到好處，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雙出色外線口糧鞋應該要有的表現。速決7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B+，這一雙鞋啊，就是非常典型的外線口糧鞋，除了後跟的鎖定稍微差了那麼一點點意思之外，其他沒有任何問題，夠耐磨，重量夠輕，而且它的反應性啊、緩震啊、靈活性啊、穩定性啊以及強度都沒有任何問題，這就是一雙非常典型的耐用且輕質的外線口糧。雖然現在的價格啊還不算特別便宜，那畢竟剛上市嘛，對吧？可以理解。等再過個一段時間，等大家開年想要買鞋的時候，可能到那個時候價格已經相當美麗了。那到時候啊，買個一雙拿回來打打水泥地，真的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亞當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 ，Peace。